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8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我今天下午6点就起飞了，20多个小时。刚才碰到大河原先生，跟他往这边跑，然后在大阪城的另外一侧，另外一个方向。我前2天感谢大河原先生的介绍，见到了1992年的北京马拉松冠军，是大河原先生的以前的同学。我们去那个公园绕一圈。1992年北京马拉松2小时11分多少秒我不记得了，先过这个马路。他那照片去年在北马的博览会上还有，我当时发给大河原先生看，他说这是他的同学。我说现在在干什么呀？他说30多岁以后退役了，现在在做别的工作，就约在了神户3宫一起喝咖啡，然后就聊天，就问他说那个时候他当运动员的时候，就是70、80年代吧，那个时候怎么训练，一个月跑多少？他说一个月跑1000公里。而且那个时候的1000公里应该不止1000公里，因为有的时候的慢跑是没有人给记录的，不像现在有个手表就全都在你的账号里了，那时候连网都还没有。他说他最好的比赛的就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第1名马拉松，但是他的 PB 就还是在北京马拉松创造的。那个时候的北马终点还跑进工人体育场。我跟他说，那个时候1992年我7岁，我那时候家离工人体育场就只有不到1公里吧，1公里多一点点。然后那时候你冲刺的时候，可能我正在家看电视。说那时候每周2次速度课，跑1000米的间歇在田径场，然后2次30公里以上的，不能算长距离，就是跑稍微快一点，30公里以上的，说3分半到3分40，就这么练。他也说，好的运动员最关键的是没有受伤，因为对运动员来说，有保障团队，有教练，有这个训练量，大家都一样的练。但是有的人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吧，因为受伤，最后就训练达不到就长届就达不到。你们看这公园里花开的挺好啊，都是玫瑰花，好像是，对吧？我都打喷嚏了，过敏了。运动员不容易，普通人其实你练到一定程度也不容易。一个月如果跑400、500、500-600，也是很容易就伤病。你一伤病，训练水平一下降，也就退步。我刚才跟大河原先生聊，我说我最近退步了，我说这1个月跑量少，就造成感觉整体的能力下降了，就一直得这么维持着。你不光维持了，你还得想办法进步。你不进步呢，最后就没有机会，因为你干专业的，它就是一个名次的游戏。你说你第4名，它就是和第3名有特别本质的差别。我要报名那个札幌的半马，它是这边的6场叫半马的精英赛或者水平高的比赛，每个年龄组前8名好像有奖金，每年差不多我这年龄组第1名65、6分。然后小伙伴就那天听我说专项训练马拉松配速的训练，就说比马拉松配速慢几秒、10几秒的训练，那不是轻松跑或者慢跑的训练吗？其实还是那句话，不同的水平阶段的人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或者是非常不一样。就我马拉松跑4个小时，
或者3小时45的时候，那时候认为马拉松是慢跑，因为你跑42公里的时候跑不快，你跑快一点你就崩了，跑不了那么远，所以大多数时候在比赛的时候，你的配速是比训练的时候慢很多很多的。慢，我那时候我平常日常训练都已经平均都在5分以内了，我马拉松也就跑4个小时，但我半马就已经很快了。所以所谓的专项训练到什么时候有意义，是我认为在你至少跑进4个小时以后，然后你时不时做一些马拉松的专项训练，会让你在全马赛场上不像以前那样。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马拉松配速训练做的太少了，就那时候跑得太短。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增加单次跑步的距离这件事儿，本质上我现在在分析，其实就是更多的马拉松配速的专项训练。因为比方说你现在5公里可以跑22分半了，就是4分半的配速了。而且我想大概率很多人跑几个月，跑半年1年，可能都能做到，成年男性。但是呢，你一去跑半马，去跑全马的时候，你可能5分半的配速都跑不了，因为5分半就已经破4了，就是全程下来，咱们加上走路的，加上那个可能你跑崩的或者怎么样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把日常的训练距离稍微拉长，你跑12到16这种，然后呢不用那么快，不用4分半，你就变成5分，甚至是5分20。如果你的目标才是破4，这种训练就是比方说你跑5分20甚至5分半的16公里，要比你跑4分半的5公里甚至是8公里对马拉松来说要有意义的多。它就是专项训练这种东西，每个人每个阶段不一样。而到了我这阶段，我其实已经没有了就是赛场上说我要崩或者说我要走路的问题，可能有时候也崩，但是那崩跟以前那个不一样。就是说就像我跑半马，我已经基本上顶着阈值来跑，它也是很多刚开始跑半马的小伙伴做不到的。全马也一样，跑进2小时50的选手跑全马就是感觉在拼在冲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专项训练那就不一样了，就是我的专项训练真的是专项训练了。因为我平常就算我跑5公里，今天假设我就跑5公里，我跑到3分45以内也已经是挺快的了。就是我的那5公里和我的16公里甚至是26公里，它的配速差别不大。但是刚开始跑步的人，水平还低的人，距离越长配速的差别就越大，所以它不一样。这是我不成熟的理解。为什么老说不成熟的理解呢？因为同一件事儿，不同的时候，不同的阶段，好多不一样的理解。就像以前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单次训练的距离，现在我跟大家讲，我理解的单次训练的距离，可能本质上，或者现在我能理解到的本质是什么？今天出来的晚，今天晚起了1个小时，要开始有时差了。第一班飞机今天夜里1点55到新加坡，新加坡是北京时间，所以就是这儿的2点55。然后，第2班飞机好像3点多凌晨起飞，争取在第2班飞机上能睡2-3个小时。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就调过来了，大概8-9个小时的时差。大阪消防局。对小伙伴们，相信我一句话，或者相信我一个经验，你就试试把单次的跑步距离拉长一点，成绩就能提升。比方你现在正在挑战半马，有小伙伴说：“哎，我想半马跑进2小时。”那如果你每天就跑5公里，就不容易提高。但是呢，你可以试试，就不要那么快，稍微降低一点配速，
从5公里到8公里，从8公里到10公里，从10到12。如果你的日常训练能够是12到15公里，那你再去想你的半马比赛，你就游刃有余的多，因为你平常都跑15公里了，那你就还有5公里，那心理就结束了。虽然它是21公里，但大多数人跑到19公里，基本上心理上就结束了。而半马跑进2小时，也就是接近6分的配速了。大多数人其实是 OK 的，就是男性跑者。你这么练的话，很正常的，就能我觉得慢慢的1小时40就很容易。然后你再去想全马，全马就不是说我每天跑20多公里，那就有点多。对于现在您比方说在4个小时或者3小时45的选手想再进步，您就试试你把您的日常训练变成16到18公里，就大多数时候不是说每天，就是你把16到18变成一个习惯的距离，那你到全马赛场上的时候你就更好一些。你差不多到24公里，虽然开始累，但是不像以前了。以前为什么很多全马到24公里一下就崩了，就是因为你可能日常只跑10公里，那你到24公里已经1倍多了。很多人第一次马拉松走路就是24公里。我们平时的训练，我觉得我自己的真实的心态的感受是，马拉松训练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前36公里别出问题，就成功了，就也不叫成功了吧，就达到目标了。最后的6公里，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，每一次的状态，每一次的天气，各种身体的或者补给的问题，都会影响最后这6公里。就是这6公里是一个不确定的，或者说我们这么练，我跟大家说，增加单词距离也好，什么也好，都是让自己的这个不确定来得晚一些。为什么新手好多手表的预估啊都不准？就是因为不确定太多了。好多人跑马拉松，从第8公里开始就不确定了，第10公里是不是要走一会儿啊？这种，那谁也不能预测你走不走这一会儿。像我们现在跑半马，我的不确定性可能几乎已经没有了。以前我的不确定性大概在15公里或者16公里，现在也许是18公里。就我每次的最后的2公里多是很艰难的，但是因为半马太短了，你那2公里，连这两次大阪半马3次，我都在19公里的时候在节目里跟大家说，我说最后2公里跑多少配速，跑到多少都 PB 了，每次都是4分，就我有8分钟的荣誉。那就算那2公里再不确定，我也 PB 了。但是幸运的是，最后那2公里我都很成功而已，掉几秒钟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全马呢，现在还不敢说，就是练的还不够。我过了34公里、35公里的时候，我也慌张，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。我们目标就是把这些慌张尽量的往后推。小伙伴们，5月18号星期一，今天混一天8公里轻松跑结束，然后收拾行李，准备，先到了再说。周六可能去参加个帕克run，不知道，看看时间合不合适。周六的早晨就在那个博览会和起点那儿，应该是我听大汉元先生说的。然后这周一直在外边了，然后咱们争取能还跟以前一样正常更新。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些，我觉得大家试一试，可能乍一听说一下提升跑量会怎么样，但是其实加了也就加了。有时候你掉下来以后想再加回去，其实也不容易，也经历一个过程。你看我从月初就跟大家说，我说这个月我的课题是怎么着，这个月先回到400，差不多。现在还没，我看在14号的时候我看了也已经200多了，差不多应该是能到的。这一周有比赛周，争取不整体的跑量不受影响。就像那天说的，我周跑量降到50，再加一个比赛，也就100了，将近。就这么回事儿，差不多。所以就是你习惯了一个事儿以后，就很难再改变，就是你得有一个
动力，会有一个决心，好吧？那我们就跟着我一起，这个月把跑量慢慢的往上顶，加起来。我们训练营的小伙伴们也是，入营的时候大家各自不一样，有的400一个月，有的200多一个月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 A 组差不多都是将近400一个月， B 组将近300一个月，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量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